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新，今天来教大家花界提花毛衣的编织方法。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毛衣由身体、前片、后片、领子和袖子组成。先绕圈编织身体，完成后分为前后片，单独往返编织，连接后编织领子，最后绕圈编织袖子，并缝合到袖笼对应位置。首先学习身体的编织方法，采用包边起针的方法，绕圈编织提花图案。来看图解，一个格子代表一针，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下面请看起针方法的演示。首先我讲解一下包边起针的方法，先将线打一个活结，套到左半针上，这个线圈算作一针，然后编织下针编起2针，一针、2针，此时起好了3针，往下穿入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织一针下针，这里绕线挑出后，不需要放开左半针的线圈，接着穿入线圈后方的一根线，织一针下针扭针，此时可以放开左半针的线圈，这里相当于一针织出了2针，加出了一个线圈，往下正常编织2针下针，此时起针变成了4针，完成后将右半针的3个线圈移到左半针上，后面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起针，左半针的第一针编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下针扭针，然后正常编织2针下针，此时起针变成了5针，往后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起针，先将右半针的3个线圈移到左半针上，然后第一针编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下针扭针，第2针和第3针正常编织下针，又起好了1针，我再演示一次。
后面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将需要的针数起完，核对针数时都是织完后数右半针上的线圈。这就是包边起针法。接着编织身体，绕圈编织提花图案，空格表示下针，不同颜色的格子代表线材配色不同。每一圈的图解都是从右往左看，圈数标注在图解右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完整的图解过大，这里用2张图纸展示，实际编织时可以将2张图纸拼接成1张图，对照编织。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提花的编织方法，大家可以先观看视频学习方法，然后对照图解编织。提花圈需要用2种颜色线交替编织提花图案，编织时图解上相同颜色的格子有几个，即用对应线材织几针相应针法。为了编织方便，我们可以用双手带线，不同提花图案编织的方法相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左右手带线绕圈编织提花的方法。小样提花图案和配色随机只讲解方法，大家可以先看我的演示，然后再根据对应图纸编织。将正在编织的颜色线称为线1，下一针需要换线编织，取出线2，留出大约10厘米线头，在线1上打一个结，拉紧，移到线1的根部。接线的这个结要在织片的反面，不要漏到正面。后面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接线。往下开始编织提花，将当前一圈针数较多的线材挂到右手，针数较少的线材挂到左手。大家自行根据实际情况，在左右手分别挂线编织。我这里右手挂好线1，左手挂线2，将线2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这根线放到食指上方，左手剩余手指拿好左棒针。大平针提花编织时会有2种情况，如果线1和线2连续编织的针数较少，不超过5针，直接换线编织即可。先织一针线2，编织时线2始终放在线1的下方，右棒针穿入线圈，左手将线2从下往上放到棒针左侧，右棒针绕线将线挑出，同时放开左棒针上的线圈，一针下针完成。线1继续织3针下针。线2织2针下针。拉伸一下织片，往下我再演示几针。别忘了，在换线完成后，拉伸一下织片，保持织片平整。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这个就是连续编织的针数不超过5针，直接交替换线编织的方法。当一个配色线
连续编织的针数等于或多于5针时，由于间隔的距离较长，每编织2到3针就需要带一下另一根线。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带线的方法。先用线2织一针下针，再用线1织7针下针，先编织3针，编织第4针时带线，先将棒针穿入线圈，将线2线头放到棒针右侧，右手继续绕线挑出，织完这一针，可以看一下织片背面，线2被带到了相应位置。线1继续织完剩余3针，我再来演示一次，先用线2织一针下针，然后线1织7针下针，先织3针，第4针带一下线2，穿入线圈，线2的线头放在棒针右侧，右手绕线挑出，织完这一针，带线完成。继续织完剩余3针。往下，我再演示几针。注意，线2始终在线1的下方。这个就是右手上的线连续编织超过5针，左手带线编织的方法。编织过程中，如果左手的线连续编织的针数较多，需要带一下右手的线。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织7针线2，先织3针，第4针带线1，先将线1从下往上绕到棒针上，再将线2绕到棒针上，然后将线1绕回来，织完这一针，带线完成，织完剩余3针线2。我再演示一次，织一针线1，然后织7针线2，先织3针，第4针带线，织完剩余3针，这个就是左手编织的针数较多，带右手线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带线规律。5针及以上远距离换色，间隔2到3针带一次线，将线带到合适位置。间隔5针以下时不需要带线。假如一圈开始时换线的间隔较远，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将线带到对应位置再进行编织。左右手分别带线时，正常这2根线不会缠在一起。如果大家编织时线有交叉，要及时理好。注意带线完成后，一定要及时拉伸一下织片，防止带线太紧或者太松，影响美感。编织过程中，如果一个配色线后面超过10圈以上才会再次用到，可以直接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后期将线头顺着织物反面的纹理藏好即可。到了需要接线位置，继续按照前面的方法，在剩余的线头上打结接线即可。如果一个配色线再次出现间隔的圈数少于10圈，不需要剪断，编织时将它带到对应位置即可。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圈与圈之间带线的方法。将线2暂时放在织片后边，接好线3。接下来的2圈用线1和线3交替编织。下面织第3圈，这一圈编织时带一下线2，织第1针前，将线2与对应配色线交叉一下，看一下织片反面，线2被带到了这个位置。往下继续用线1和线3编织2圈。线2继续留在织片后方。我们来看一下圈与圈之间带线的规律。间隔2圈在第1针带一次线，不需要每圈都带，将线材带到对应的圈数即可。到这里，左右手带线绕圈编织体花的方法就讲解完成了。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提花图案，这样身体部分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分别编织前后片，将身体分为2个部分，先来回往返编织后片对应提花图案。编织过程中需要在肩部引反编织斜肩，并且在领口减针形成领窝。完成后，将肩部的线圈修针，然后在身体剩余线圈上接线，编织前片提花图案。方法与后片类似，全部完成后，在肩部
用合并收针的方法进行连接。来看图解，往返编织时，单数行在正面编织，图解仍然从右往左观看；双数行在反面编织，图解需要从左往右观看，并且双数行时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来回往返编织提花，每一行最后一次换线时需要注意压线。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后片的编织方法。编织之前，可以将前片对应线圈修针，剪取一段家里的零线穿入缝针，从身体结束位置开始，向右挑出一半的针数。用线穿起来，打一个活结，这样前片的修针就完成了。接下来编织后片，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左右手带线往返编织提花的方法。大家先看视频演示，再对照图解编织。第一行在正面编织，这里从身体结束位置开始，对照图解编织对应提花图案。方法与身体位置提花编织方法相同。直到最后一次换线之前，我小样这里配色和图案随机。现在到了这个位置，下一针需要换线编织，注意这里要将暂停编织的线放到下方，将即将编织的线放到上方，也就是将这两根线交叉一下，然后开始编织对应的针数。我们织一针后，看一下背面，暂停编织的线被压在了下方。往返编织时，最后一次换线时需要像这样压一下线，使结束位置的两种颜色纹理连接紧密，不松散，不影响美观。往下继续用这根线编织，织完剩余的线圈。第一行就织好了，接着织第二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图解从左往右看，因为图解体现的是织片正面的纹理，实际要编织相反的针法。将织片翻到反面，左右手挂好线，图解这里是下针的符号，实际需要编织上针。如果线1和线2连续编织的针数较少，不超过5针，用图解对应配色线分别交替编织对应数量上针即可。
当右手线编织的针数等于或多于5针时，需要带一下左手的线。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带线的方法。先用左手线织一针上针，再用右手线织7针上针，先织3针，编织第4针时带线，先将棒针穿入线圈，将左手线放到棒针右侧，右手继续绕线挑出，织完这一针。可以看到左手线被带到了相应位置，右手继续带线织完剩余3针。我再来演示一次，先用左手线织2针上针，然后用右手线织7针上针，先织3针上针，第4针带一下左手线，再继续织完剩余3针上针。这个就是右手上的线连续编织超过5针，左手带线编织的方法。编织过程中，如果左手的线连续编织的针数较多，需要带一下右手的线。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用左手的线织7针上针，先织3针，第4针带右手的线，先将右棒针穿入线圈，然后右手的线从下往上绕到棒针上，再将左手的线绕到棒针上，然后将右手的线绕回来，织完这个上针，带线完成。织完剩余3针左手的线。我再演示一次，织2针右手的线，然后织7针左手的线，先织3针，第4针带线，织完剩余3针。这个就是左手编织的针数较多，带右手线的方法。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编织对应提花图案，直到最后一次换线位置前。到了这个位置，下一针需要换线编织，注意这里要将暂停编织的线放到下方，即将编织的线放到上方，织一针上针，
可以看到暂停编织的线被压在了下方。往返编织最后一次换线时，无论在正面还是在反面，都要像这样压一下线，往下用这个线织完剩余线圈。这一行就完成了。来看一下来回往返编织提花，在正面全部编织下针，在反面编织上针。每一行最后一次换线后，需要压一下换下来的线。实际编织时，在关注当前配色的同时，还要兼顾后面几行的配色位置。如当前一行其中一个配色线开始编织的位置，距离上一行停止编织的位置较远，则在开始几针的编织中，需要将这个配色线带到对应位置，再进行编织。如果遇到当前这一行其中一个配色停止编织的位置距离下一行起始位置较远时，在当前这一行需要将这个线头带到需要编织的位置。具体带线位置没有要求，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来回往返编织后片对应提花。在前后片的肩部位置，需要在两侧引反编织斜肩。这里用小样分别讲解一下斜肩左侧和右侧的引反编织方法。大家先学习方法，然后对照图解编织。在左侧留针的引反，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结尾预留5针不织。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在反面编织，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挂针不要太松，然后织一个滑针，接着一一对应织上针，将这一行织完。完成后，继续织第3行。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注意，这个挂针不算在内。完成后，继续织第4行。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先像这样挂一针，然后织一个滑针，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接下来的第5行，结尾要再预留4针，同样挂针不算。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
我继续织完这2行。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最后需要再织1行，消除行差，简称消行。先一一对应织下针，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完成后，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在一起织一个下针，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并织下针。继续将这一行织完。现在消行已经完成，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有时候为了使两侧的行数相同，还要再织一行，大家具体根据图解编织即可。在右侧留针的银反可以看到，这里需要银反6行。第1行在反面编织，结尾预留5针不织，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在正面编织，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然后织一个划针，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将这一行织完。完成后，继续织第3行。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注意，这个挂针不含在内。完成后，继续织第4行。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先像这样挂一针，然后织一个划针，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
接下来的第5行，结尾要再留4针，同样挂针不算。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我继续将这2行织完。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最后需要再织1行，消除行差，简称消行。先一一对应织上针，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完成后，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先交换位置，然后合在一起，织一个上针。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交换位置。再合并织上针。继续将这一行织完。现在消行已经完成，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这一侧就是右肩。有时肩部需要引反，这里没有引反，只讲解领口减针。我们先织左肩，这个图解针数较少，主要讲解方法。首先织领口第1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如果针数较多，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我已经织好了第1行，
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接着织第二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开始收针，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再织一个上针。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这样就收掉了一针。继续织一个上针，再收一针，没有特殊说明时，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注意，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织完后，将第3针收掉，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继续对照图纸编织，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编织前，这个线圈稍微拉紧，防止有明显的洞眼。这里没有特殊花样，我们全部织上针。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接着织第3行，对照图解，全部织下针即可。我已经织好了，继续织第4行。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方法和第1行相同。先织一个滑针，再织一个上针，收掉一针，继续织一个上针，收掉一针，线圈稍微拉紧，接着全部织上针，并将第5行也织完。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继续织第6行。这一行开头只要收一针，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
完成后全部织上针，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第8行和第6行相同，开头收一针，第10行不需要收针，正常织上针。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这里标注的是休针，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注意防止线圈滑脱。左肩就织好了，接着织右肩。编织前，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可以用记号扣隔开。重新取线，将线打一个活结，稍微拉小线圈。先织2个下针，然后收掉1针，再织1个下针，收掉1针。没有特殊说明时，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同样注意，收最后一个线圈时，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完成后，从第2针开始，将这一行织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继续织第3行。开头连续收3针，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收掉1针，
继续织下针收针。现在3针就收好了，继续将第3行织完，并织完第4行。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第5行开头要收2针，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这样，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后片领口需要修针和减针形成领窝，请看演示。我们学习一下领口减针的方法，来看一下图解。假设这是一个后片的领口，将右侧称为右肩，左侧称为左肩，实际肩部需要引反，这里小样没有引反，只讲解领口减针。我们先织右肩，图解的针数和行数较少，没有提花图案，只讲解减针方法。先织右肩的第1行，在织片正面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提花图案。小样这里省略提花，只演示减针方法。完成后，织一个左上并针，右棒针同时穿过左侧2个线圈，织一针下针，这个左上并针就完成了。然后停针，第1行完成。接着织第2行，将织片翻到反面，图解是下针的左上并针符号，实际需要编织上针的左上并针。右棒针同时挑起左侧2针，一起织一针上针，上针的左上并针就织好了。接下来实际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织完这一行。第2行就完成了。下面织第3行，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最后织一个左上并针。第3行完成。继续织第4行，先织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右棒针挑起左侧2针，织一针上针，这个上针的左上并针就织好了。接着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织完这一行。第4行就织好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织完图解剩余行数，全部完成后，这里标注的是修针，也就是将剩余线圈用零线穿起来，临时固定一下。完成后打一个活结。
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注意防止线圈滑脱。右肩就织好了。接下来编织左肩，领口这里标注的是修针，我小样这里已经用零线将对应数量线圈穿好了。往下织第一行，这一行在织片的正面编织，将线头打一个活结，取出织片，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右棒针同时穿入左棒针前2个线圈，将活结的线圈套到右棒针上挑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这个左上并针就完成了，并接好了线头。接着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提花图案，织完这一行。第一行完成，继续织第二行，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直到最后2个线圈前。现在到了这个位置，织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第二行就织好了。往下按照图解来回往返编织对应针法，织完左肩剩余行数，全部完成后修针。大家看，这个就是小样后片领口剪针完成后的样子。往下大家按照视频演示对照图解织完后片。后片完成后，将前片修针的线圈穿回环形针，接线来回编织前片。前片的领口和斜肩的编织方法与后片类似，大家对照图解编织即可。完成后，肩部与后片对应线圈通过合并收针的方法连接，请看演示。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2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织下针进行收针。
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织下针进行收针。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继续将它们收完。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到这里，前后片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编织领子，在领口沿着织片边缘挑针，绕圈编织双螺纹花样，需要同时用到4根棒针，请看演示。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领子需要用棒针编织，取出对应型号的棒针，先将后片预留的线圈穿回棒针上面。我小样已经穿好了，取出第2根棒针，先在后片预留的线圈位置接线编织下针，将它们织完。完成后，在前后片领尖部分挑针，实际后片预留的针数较多，可以用第2根棒针挑。这里挑针的方法是挑起边缘的辫子，绕线，将线挑出，这样就挑出了一针。在后片领尖侧边，大致每挑出2针，间隔1个辫子，对照图解挑出对应针数。完成后，继续在前片领尖边缘挑针，同样挑出2针，间隔1个辫子，对照图解挑出对应针数。小样这里针数较少，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大致均匀地挑出领尖边缘需要的针数，并且织物平整即可。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完成后，将前片领窝修针的线圈穿回棒针上，
编织下针。编织到大约一半的位置时，将线圈挪到中间位置，取出第4根棒针，继续编织。完成后，再在领尖部分挑针，方法和之前相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实际如果线圈没有平均分配，可以调整一下位置。这样挑针就完成了。挑针完成后，绕圈编织双螺纹花样。可以看到，现在领子3根棒针已经架成了三角形。从线头位置开始编织，取出第4根棒针，织一针下针。开头位置一定要拉紧，继续织一针下针，然后织2针上针。注意，先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然后织上针。完成后，织2针下针。上针和下针交替时，一定要绕线，以免多针。往下2针下针和2针上针交替编织，织完这根棒针上的线圈。现在到了交界处，继续按照规律编织。注意，在棒针的交界处，第1针需要拉紧，不然最终成品不太美观。下面织完剩余2个棒针上的线圈，直到后片对应的这根棒针前，表示一整圈结束。第1圈就完成了。在第3根棒针下方任意辫子上扣记号扣，织完记号扣上方这根棒针，表示1圈结束。往下剩余部分继续绕圈编织双螺纹花样，织完对应圈数。数圈数时，从记号扣标记位置开始数，数这样的辫子，一个辫子算作1圈。棒针上的线圈不计入圈数，小样已经织了4圈。往下大家自行织完领子剩余圈数，全部完成后，用双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好线圈，请看演示。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领子最后收针的方法。看一下，下方是下针纹理，将针放在线的下方，对应织2针上针。然后收一针。注意收针不要太紧。接着左手捏住右棒针线圈的底部，将针取出，针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左侧是上针纹理，
之相反之法，这一针下针，收一针，继续这一针下针，收一针，然后捏住线圈底部，抽出棒针，将针放在线的下方，穿回线圈，这一针上针，收一针，继续这一针上针，收一针，注意始终需要通过移动右棒针来变换线头的位置，针下针时线在下方。针上针时，线在上方。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收完这一圈。最后预留线头断线，收好线头。这样收针就讲解完了。到这里，领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编织袖子，注意左右袖子的配色和提花图案不同，编织方法类似，都是采用长尾起针的方法起针，绕圈编织，分为袖边和袖身两个部分，其中袖边编织双螺纹花样，袖身编织提花图案。注意更换对应棒针型号，编织过程中需要加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长尾起针的方法，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具体长度参考图纸。将线头打一个活结，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穿入线圈，稍微拉紧。这是第一针。左手握住2根线，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注意，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将线绷直，
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松开拇指的线，稍微拉紧。这是第2针，接着起第3针，将线绷直，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松开拇指的线，稍微拉紧。第3针就起好了，继续起第4针，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再挑起食指挂的线，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松开拇指的线，稍微拉紧。第4针就起好了。注意，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不要挂错位置。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接下来织第1圈，编织前先将起针的线圈大致均匀地转移到3根棒针上。我小样已经分好了，将针架成三角形，注意底部不要扭起来。从线头位置开始绕圈编织双螺纹花样。注意，织完第1针，拉紧线头，后面在2根针的交界处，第1针需要稍微拉紧。大家看，现在已经织到了线头的位置，第1圈就完成了。可以将起针的线头稍微拉紧，接着在第3根棒针下方挑任意辫子，扣记号扣。织完记号扣上方这根棒针，表示一整圈结束。往下袖边绕圈编织双螺纹花样，袖身编织对应的体花图案，大家对照图解编织。编织过程中需要加针，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加针的编织方法。先来织右加针，先挑这一针下方，
辫子的右侧一根线，织一针下针。完成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线圈，织一针下针。这样右夹针就织好了。看一下下方纹理，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对应图解上的2个方格。提花编织过程中，还会遇到夹针位置对应的2个方格颜色不同的情况，表示夹出来的一针和线圈上的一针用不同线材编织。我再来演示一遍不同颜色线编织右夹针的方法。右棒针挑线，用右侧格子对应配色线，织一针下针，然后挑起这一针，用左侧格子对应配色线，织一针下针。这样右夹针就织好了，并且2个线圈分别对应2种不同的配色线。除了右夹针，还会遇到左夹针。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先织一针下针，然后找到右棒针，这一针下方第2个辫子，左棒针挑起第2个辫子的左侧一根线，织一针下针，这个就是夹出的一针。一针左夹针就织好了。看一下下方纹理，从线圈左侧夹出了一针。我再演示一个不同颜色的左夹针，先用这个配色线织一针下针，然后左棒针挑线，用另一个配色线织一针下针，这样一个不同颜色的左夹针就织好了。这个就是右夹针和左夹针的编织方法。往后编织袖身遇到需要夹针时，根据图纸上不同情况，自行用对应配色线编织相应的夹针方法即可。全部完成后，将袖子的线圈修针，挑线圈与袖拢位置缝合。请看缝合方法的演示。先讲针是线圈状态，缝合时，线圈这一侧就是要缝出下针的效果，方法同针与针缝出下针效果一样。行这一侧就是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通常挑1根横向度线，也就是1针对应1行。针与行缝合时，行数一般会多于针数，这种情况下需要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
也就是部分位置一针对应2行。大致均匀即可。我继续将其缝完。这样就缝好了。到这里，袖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这款毛衣的编织方法就全部讲解完成了。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